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，我可能是史上第一个因为不买房被喷的人。前情提要，我租了1万的房子，好多人说你神经病啊，有这个钱还不如去买一个。你们真的是房哎，房是说买就买的吗？是的，说买就买，现在就去买，走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看房，跟大家聊一下啊，为什么不买房？因为房子真的不是你想买上买就能买。第一，外地人上海买房政策，5年社保加结婚，很显然我都没有。2，生活质量，1万房租和1万房贷的区别，1万房租静安区100平高层，1万房贷30平米破旧老公房，或者通勤2小时的郊区新房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去看一下，我找了几个400万左右的房子。那为什么是400万呢？是综合了身边的朋友得出，我们平平无奇的90后外地来沪，不得 people 在5年想在这里常住，弄这个首付，弄这个房贷的最高额度，再高就会吐血的吐。大家可以进吗？看房。车我已经绝对不进去。啊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OK， 现在车进不了，我们找一个别的地方停车。快地茉莉转圈圈，我们已经快吐了。很怀念看到这个，像我们租的第2套房子那个小区。对，大家知道的，就是我们那个头上掉墙皮那个刷，就明显是一个很老小区。像我们那个就是20年。我靠，这里100多号，我们要去2号。到了，好累啊！我发现了我们的2号楼，请看。啊，这房子多少啊？不灵啊，它老了，70年的房子，70年啊！啊，这是76年的房子。76年的话，现在已经3年了，40年了。这房子啊，那就是已经是44年，牛逼！我们找错了，它这个小区里面有3个2号，但我们要找的2号也不是另外2个2号的2号，这就是老小区的神秘之处吗？魅力之处。不过我已经2年没有爬过楼梯了，现在就是有一种那种一口气上5流，就是爬掉半条命的感觉。我1年的运动量已经完成了。对，1年的运动量已达成。这个楼还感觉很别致，房型真的有点奇怪，大概是2梯20多户。这是朝哪儿的？这是这个方向。这个是西北。这是一个厨房，其实这个厨房蛮大的。对的，它因为这个装修年限比较长。它是那个几年的这套？这套是87年。我很担心，就是这种用电安全。You know， 你看时间久了，不知道电池会不会老化。还蛮大的，我感觉。厨房的话，在我们这种户型里面来说，它算比较大的。是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哭掉。对不起，妈耶。这个厕所有点。这个有一点。算了吧。其实这个厕所，也不小。哟，这个地板震下去了，这不会要我赔吧？不是我踩坏了吧？应该。一会儿1.7米，一会儿1.6米。我是一会儿1.5米，一会儿1.7米，一会儿1.5米。这个有点明显。这下很怀念啊。这个非常的怀念啊。非常的怀念这个。这里是主卧，这个房型跟胡一菲有的一拼，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长条这样。对，好大一块，这个掉下真的会。这个，我觉得在这边睡觉的时候，睡着天降横祸的那种感觉。关键是什么？关键这个房460万，然后60平，首付150万，然后每个月还贷18000。你们想住这里，还是住我们家那个1万的静安区高层？关键是这里你就算买了，这个装修你还得花这几十万呢。你感受到了那种得到一套房的喜悦了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这个房子18000一个月，还30年，我这30年我干点什么不好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第2套房，感觉连在一起没有什么。不过还是那么长。你看这个门把手非常酷炫，断了一截。请问我们要怎么进去？就是全用钥匙开是吗？对的，全用钥匙。哎，为什么现在他们都喜欢把那个厨房，就是一进门就是厨房呢？这种的话是因为它老房子的这种房型就是这样的。老房子的房型就是一进门先来个厨房。基本上都是厨房。哦，这个就比上一套好很多。就是30年前的风尚，30年前的时尚。对于厕所来讲，我觉得正好，也没有很小。我觉得厕所比较小。厕所我觉得正好，就厨房确实小。这边的话就是2个房间，它中间隔出来一个平房，可以看一下。哇哦，这个好大啊！这个不错哎，这个好大呀！这个不错，真的不错哎。2个厅，1室2厅，这个差不多是可以直接住的，可以拎包入住哦。这个450。450。这个450，那为什么我要买你刚才那套？对啊，这一套呢？肯定是买这套啊。对啊，这就是你们的套路，先介绍一个比较差的，然后看到这个就太完美了。看到这套我太完美了，简直了。付钱买了它。主卧也不错。对，你看还有个小阳台。对，就是这边在装修，可能那个会比较吵。哎，休息一下，我感觉心情好了很多。哎呀，有一种生活的感觉就有了，跟刚才那个形成鲜明对比。那这个房它还有升值空间吗？这个是肯定有的。应该还有1-2万，1-2万那还好啊，430万涨1-2万，相当于没有啊。不是啊，就是我说的是这个每平米差不多1-2万，最近几年。打扰了。这样的房型也可以有这样的
对的，市中心的房子。市中心的房子地段，地段还是地段。说到这个地段，我觉得要看一下外卖有没有外卖吃，有没有商圈？看有什么好用的外卖。方便，商圈也很多的。我们这个中山南二路就是我们的那个绿地缤纷城，绿地缤纷城、正大乐城有2个大商场。对的。地铁呢？地铁就在旁边。地铁的话就在旁边那个东安路站。哦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吧。好，走。10号线它是一个环线，换乘也是非常方便的。对面就是那个正大乐城，就隔了一条马路，这就是市区房子的好处。这就到了，快不快 ？Unbelievable！ 到了。反正确实，商场下面一般都会通往地铁站的。哎，那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个地铁站。好，我们老公房看完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后面那套还可，我们还是去郊区的新房看一看吧。我一路开过来，我感觉人越来越少了，逐渐荒凉化。这真是个爆毛之地呀，连个毛都没有，看到没有？都是在建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7号线尽头的美兰湖，够郊区了吧？我们现在去看看郊区的新房长什么样。我们还没去，人太多了。我们等了1个小时了，认真的吗？郊区这么多人想要买房，我要开房了。100平里面可以做3房，这边进门的话就是我们这个98的一个房型。哎，你看这个就比上一个就好很多，起码没有开门式厨房。哎，这些都是属于硬装，都是有的，对吗？硬装都是交付码。桌子沙发都应该是没有的，对吗？对，这些软装的话是没有的。哦，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全景的那个客厅，画着外嘛。哇，这个好棒啊！这个算落地窗吗？这不算。不算落地窗嘛，一个大标窗吧。落地窗应该是整个的。哎，这个好棒啊！这个蛮好的。这个有，倒是中间摆一个棋盘，我们这下棋，感觉在炕上那种感觉。太喜欢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这边躺在这边，睡个午觉也可以。对。它这个属于就是客厅和餐厅就是放在一起，就属于叫大横厅，专业术语大横厅是吗？里面的话，这边是我们2间房间。哦，是2个，一大一小2个卧室。对，这就是以后就是水饺的活动区，你看还有一个。哎，真的就是猫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马上带我们水饺一起来看房。他表示很满意这个。这边嘛就是大房间了啊，你们睡的房间。好大，这里面还有一个衣帽间。哇，这好大。一个套间。2个厕所，我觉得太完美了。太完美了，因为你这个人终极便秘，要2个小时才能出来，终于不用抢厕所。精装修交付。然后这边嘛，你衣柜嘛，你可以做个鞋柜。哎，它这个是中央空调。中央空调。我们硬装全是中央空调，就在电头顶上，而且全都是分体的。我们下面的话，地板下面地暖也全都是帮你已经铺好了。所以说你可以认为我住我们房子的话，冬暖夏凉嘛。这2个地方的话，阳台就算一半，飘窗还不算你面积随便你躺在上面也不算。飘窗不算你面积，那边那个客厅的呢？客厅这么大一个飘窗都不算面积，都不算面积，都不要你钱。那我能不能只睡在这里，然后可以然后不付钱，每天睡在这里？我觉得年轻人就比较喜欢这种飘窗啊什么的。对，你就比较喜欢这个。看我们这98里面，你可以享受3个房间，有这么大的一个客厅。对，我们第3个房间呢？我们第3房间在这边。所以说这个房子价格大概是？这个房子的话，我们总价的话差不多在420到430左右。想到了什么？第1间430，走一步防陷进去。那个450。那个430，那个430，走一步陷了进去。太，是头上啪掉橡皮，砸死自己。对，因为毕竟那边地段好。这边的升值空间？这边升值空间应该还不错吧？毕竟美兰湖我们自己会带一个大商业嘛，对吧？我们自己带个大商业、大办公，而且旁边有美兰湖。看一下我们这边89的是吧？刚刚是98，现在是89。89我们也能做3房啊，差了10个面积。89做3房，照样做3个房间。这边我再带你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会议最大的亮点，我们有个超大的一个阳台89平，我们有个大阳台，连通的一个大阳台。哇塞，这个可以到这边。这个就是卧室了，来我坐一会儿。我们这边客厅都是。这是我梦想的在阳台上晒太阳的场景，喝下午茶。哇是的话，这个房间也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阳台的空间。这不是主卧吧？这不是主卧，主卧在另外一层位置了。这都是30。主卧也是。又一个大飘窗，又是不收钱的飘窗 ，I like。89，这就是3房嘛，这边还有一个美房间。这边一个小间。哎呀，这是有一个小飘窗。这间的话，我们预计的话，价格的话，差不多是在400万到420万左右。400万到420万，刚刚也是420万。420万到430万。420万到430万，便宜了10几20万。那边多了10平，才多了10几20万，赚了呀，是不是？对，这看你怎么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啊，毕竟那边飘窗都送的嘛。对啊，那就算1万1平了，那就，是这个意思。这边再带你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房间，124个房间，4室2厅2卫，4室2厅，太奢侈了。哦，大横厅，但没有那个。但我们这个大横厅就是长阳台，直接是大阳台，就是89和98的结合版。不过其实房间都是大差不差，房间都大差不差，都是一个区域，然后加一个免费的飘窗，对不对？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120最奢华的这个主卧了，奢华吗？奢华的主卧了，是吗？特别大的一个空间，好大，特别大的一个空间。哇，这个展示一下我。但是这个是软装，那120平的话是多少钱？120平我们的总价的话，差不
不多是在560到580左右。哦，那买不起了，买不起了，那买不起了，打扰了。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77平的一个两房，最小的是吧？啊，最小的面积段，但它很实用。哎，不过厨房这个厨房不太一样这个。是开放式的，你像是你平常吃饭的话，对，吧台一坐，就2个人就可以坐在这儿。其实我们喜欢这种，真的。其实年轻人反而喜欢开放式的。这边总价的话，差不多就在320到340左右。哦，性价比还是超高的。那便宜好多啊！320到340，比那个80平便宜了100万啊，便宜了将近100万。对啊，便宜好多啊！那我那个地下停车场有吗？我们地下停车场全地下停车场，都是全都在地下。每个业主配套的是对，吗？每个业主配套是要买的是吧？买还是租具体后面再定。哦，房子看的是真的很喜欢，冷静一下。我现在一眼望去全都是空地，外卖点得到啊，这种地方都是一些2公里、2公里、1.5公里之后的。哦，那还可以。这都是一些肯德基啊，那些就是常规的一些外卖，连锁的那种外卖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周边看一下吧。我们现在出来之后啊，居然不知道要往哪边走。看一下这里离地铁站有多远嘛，因为说是地铁房嘛，过1天就到了。Oh my god！ 还记得我刚刚说这里很荒凉吗？我的天哪，确实很荒凉啊！这里有啥都没有，全是车，一眼望去全都是车、草。这里也没什么地方好去，我们打算去美兰湖看一看，毕竟这里就叫美兰湖嘛，地铁站。对，我们来到了美兰湖了，发现有很多人在这里搭帐篷，真的假的？野营、野炊，很多人，非常多的人。这里还蛮好的，都是一个风景还不错。对，这边还可以坐船玩啊什么的。要不要坐船？看到吗？哎呀，好多带狗狗来的，我们也以后也可以养只狗。今天看了1天的房，就感觉太纠结太难了。哎呀，你要说喜欢哪个房子，想住在哪里，那肯定是新房。但是你要说买的话，那考虑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。人生就是要面临这么多不断的取舍。就像我现在在取舍，我结尾到底是正经说还是 light and freestyle？ 现实就是你想要大的空间住的舒适，那就要忍受超远的距离；但你想要便利的生活的话，你就要住狭小破旧的那个环境。如果是你怎么选？我相信很多跟我们一样在外打拼的年轻人，渴望不再漂泊，渴望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家。今天我们看了400万房子的对比，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、目标、期待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买房不要成为我们结婚时的条件门槛，不要是衡量我们在外混得好不好的标准，不要是家人、对象甚至网友给我们的压力，而是纯粹的 I want it, I got it。